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春天要多吃绿豆，今天分享个绿豆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加4个鸡蛋，出锅松软香甜，还带着软糯的口感，比蛋糕还要好吃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300克绿豆，把坏掉或者是有虫眼的豆子挑出来，因为这样的豆子吃到嘴里会发苦。挑选好以后，再把绿豆倒入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绿豆，把绿豆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把清洗的水倒出来，接着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绿豆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匀后就这样给它放一旁浸泡1个晚上。接着准备100克糯米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糯米，把糯米简单的淘洗一下，用手轻轻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淘洗好以后，再把糯米倒入漏勺中控干水分，然后把糯米倒入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是泡了1晚上的绿豆，看一下已经变得胖乎乎的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绿豆清洗一下，然后控水捞出，先捞出一半的绿豆，把它放入糯米的碗中，另外一半绿豆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4个鸡蛋，把它打入绿豆的碗中。鸡蛋打好后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，再全部倒入料理机中，加入100毫升纯牛奶，再加入200毫升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选择古树功能键，给它打成绿豆浆，尽量多打几遍，打得越细腻越好。打好后，再倒入大碗中，碗里边加入5克酵母，加2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分次少量的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水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粘稠、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接着再把另外一半的绿豆放入蒸屉上，用手铺平铺均匀，这样受热均匀更容易蒸熟。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0分钟。接着准备小把葡萄干，大约是20克左右，再准备小把红枣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2勺食盐，加2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葡萄干和红枣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藏着许多的污垢和杂质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能把表面的污垢彻底的清洗干净。抓拌2分钟后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用手抓洗一下，轻轻的随便抓洗几遍，水就变得浑浊了。清洗的水表面漂浮着很多的杂质，可以看出红枣和葡萄干是非常脏的，所以我们在吃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尽量剁得碎一些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装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绿豆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取1颗绿豆，用手轻轻一捏就碎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绿豆取出来，稍微放凉后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再加2勺白糖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搅匀后给它放一旁备用。
接着准备一个方形的模具，在底部铺上油纸，淋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如果没有模具的，可以用小碗或者是大碗。刷好后再撒上一些黑白芝麻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撒好后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糊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。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拍拍气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蒸出来的面食才会松软。搅匀后，再把葡萄干和红枣倒进来，再把绿豆也倒进来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这样就可以，再把它倒入模具中，不要装太满了，6分满就可以。用铲子整理一下，把表面整理平整，这样蒸出来才会好看。整理好以后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像这样就2次发酵好了。再撒上一些黑白芝麻，然后摆上蔓越莓干，像我这样一排一排的摆放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颜值更高。全部摆放好以后，再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绿豆的香味扑鼻而来。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把保鲜膜揭开，看一下表面绿色的，也是非常好看。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。稍微放凉后，用铲子划一下周围，这样方便脱模。再给它倒扣脱模，把油脂取下来，底部也是光滑漂亮。给它翻一下面，可以看一下非常松软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。为了方便食用，我们给它切成小块，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松软效果真的很好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绿豆发糕就做好了，组织绵软细腻，很蓬松，按一按会回弹，咬上一口，绿豆味道浓郁，还有红枣和葡萄干酸酸甜甜的口感，加了糯米，还带着黏糯，很香。吃着松软香甜，还不粘牙，比蛋糕还要好吃。是用蒸的，好吃又不上火。这道美味又简单的绿豆糕，我想难不住在座的各位，那就不妨试一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